舅舅家开饭馆，我妈说去捧场，花1000块订了桌年夜饭，结果服务员上了一桌子土豆白菜萝卜，还说1000的套餐就这个样子。我妈给舅舅打电话质问，舅妈接的：你们一家穿金戴银的，怎么光想占我们小本买卖的便宜？我弟今年新婚，弟媳妇第一回在我家过年，为显重视，我妈想着去饭馆订一桌年夜饭，正好舅舅开的饭馆离家里不远，也算去给他捧捧人场。大年30晚上，我们早早来到饭店，刚坐定，舅舅没在店里，服务员先拎来一瓶饮料。妈妈，雷碧是什么饮料啊？全家听了一愣，随即都笑开。我爸笑得最夸张，乖外孙要，你认字水平跟你妈小时候一个水平。我老公拿起饮料想教他认字，来跟老爸念学。雷碧，还真是雷碧。我妈脸上闪过难堪，毕竟是他亲弟弟的店，他来吃饭被拿山寨货糊弄，我连忙打圆场。估计我就进货的时候没看清，我去买2瓶橙汁，正好也不想让轩轩喝碳酸饮料，对骨头不好。1000块钱的席，7块的饮料送不起，这明显是故意的。但是为了照顾我妈的面子，也就算了。我买饮料回来，服务员开始上菜：醋溜土豆丝、酸辣白菜、白菜炖豆腐、萝卜炖粉条，唯一一个肉菜是肉末茄子。服务员说菜齐了，全家愣住，素斋也没这么素的。你这是不是上错了？老板说了，1000的套餐就是这菜。我妈腾一下站起来，拿起手机就开队。张志平，我是你亲姐，大过年我掏钱来吃饭，你给我上盗版饮料，一堆素菜，就这你收我1000块，你还要脸吗？我就刚想解释，电话被抢了。你们才不要脸呢！一家子穿金戴银，怎么光想占我们小本买卖的便宜？我妈气得浑身发抖。我夺过电话，舅妈，什么叫占小便宜？我们没掏钱吗？我们6个大人1个小孩，1000块吃海底捞也饱了吧？你们这是高档餐厅吗？就这路边饭馆，1000块你挣700吧？我们掏1000，你上土豆白菜萝卜，这一桌子值30块吗？你良心安不安？张馨予，你一个小辈怎么说话呢？那都是有机蔬菜，有钱都买不到。再说过年大鱼大肉对身体不好，我们好心让你们吃清淡点，还不领情了。为了接待你们，我们推了一桌2000的，损失谁承担？我全家目瞪口呆，合着还得谢谢他。这3、4线城市，谁家路边饭馆年夜饭花2000？有机蔬菜是吧？好，张志平，你把你们家年夜饭拍张照片，我看看你们吃什么。你给我退钱，以后见面你别叫我姐。隐约听到我就在那边说，都跟你说了别作妖，我姐生气了吧？姐，这大年夜别的饭馆早订完了，回家做也来不及了。这样吧，你拿菜单点菜，我不给你算钱，行吧？凭什么不算钱？亲兄弟还明算账呢？他们要点龙虾鲍鱼你给免费，我怎么嫁了你这么个窝囊废？我们弄不明白舅妈的脑回路，但舅舅说的对，现在确实没地方吃饭了。我们家不占你们便宜，我点菜该多少是多少，照原价结账。服务员拿来菜单，我妈在生气，弟媳推脱了，只能我点。我刚翻一遍就觉着不对，平常饭馆卖50、60的菜，这菜单上标的80、90，溢价严重，阴阳菜单。很显然，我妈那句照价结账又让他们动了心思。我看了看我妈的火气，和老公交换一个眼神。我点了8个菜，1个汤。服务员想把菜单拿走，我拦住了。过会还要加菜。服务员走后，老公悄悄将菜单全部拍了照片。菜上齐，但饭桌上没半点年夜饭的喜庆。我爸妈不停给弟媳道歉，我让儿子轩轩表演节目逗我妈开心，我妈才带了点笑脸。一家子都没了胃口，菜剩了一半。服务员，打包，1个10块，你们要几个？1个10块，你们家打包和金子做的？真要是金子做的才卖10块，你们岂不是占了大便宜了？又是占便宜，我弟拍桌而起，弟媳赶忙拉着他，少安勿躁。那你拿几个塑料袋来吧。塑料袋1个5块，要几个？8个。打包完去结账，我摁下要抢着结账的我爸和我弟，我和伟光去。我弟一听我这语气就知道风雨欲来。到了前台，8菜1汤，一共4999，给5000吧。反向抹零，这还是我妈付过1000的情况下，一顿饭花了6000。打小票，不然不付钱。收银员上2楼请示，打了小票。我看了眼2楼，舅舅他们这是避而不见。我微笑付钱，开发票。开不了，没开过。完美。我爸妈也从包间出来。多少钱？没多少。这么多年的姐弟，哎，我妈顾念姐弟情谊，我可忍不下这口气。大年初1，我就给肖协打了电话，举报饭店乱涨价和价格欺诈。下午就来了反馈，要求商家原路退回不合理收费，罚款2万元。我没收到退款，刚想反应，门口传来砸门声。张彩霞，你给我滚出来！你们一家子黑心肝的，想白吃白拿，吃不成你们就举报我们，吃不起饭就不要吃。我爸妈打开门，
舅妈举着手机直接对到我爸妈脸上。大家都来看看，这一家子住小洋楼，穿的体面，结果到亲戚家店里想吃白食。我跟他们要钱，他们扭头举报我们，害我们被罚了2万块钱。2万块钱我们得操劳多少个日夜啊！哎呀，老天爷啊！我爸的第一反应就是去抢手机。看吧看吧，他们心虚了，还抢我们手机。录完这句，舅妈收起手机，满眼怨毒。你们害我们被罚了2万，这钱得你们掏，不然我就把视频发到网上，让网友网暴你们。我上前挤开爸妈，我举报的，怎么了？有本事网暴我啊！来，手机拿出来，对着我拍。我这有账单，有小票，你说我们白吃白拿？舅妈抬手想打我，啪，清脆的巴掌落在我妈脸上。我爸、舅舅都变了脸色。小贱皮子！我妈夺过小票看了一眼，死死盯着舅舅。我从小对你怎么样，你就纵容你媳妇的。那毕竟是2万块钱啊。好啊，张志平，咱俩爸妈去世，是谁退学打工供你上学的？是谁攒钱买房给你娶老婆的？是谁借你钱做生意的？你干的是世人能干出来的吗？我爸因为我妈挨巴掌，怒气上头，拿起门边的铁锹。小胖球是我妈的侄子张阳阳，我爸有心脏病，当场捂着心脏，嘴唇发紫。老丁，你别吓我。我掏出手机打急救电话。走走走，快走！都说了别来惹事。什么叫惹事？2万块钱呢，我必须让他们拿出来。救护车很快就到，因为送医及时，心脏没什么大碍，只不过这一跤摔得他全身疼。医生说可能是伤到神经了，卧床休息。熬了一夜，已经是初2了。我让老公和我妈先回家休息，又嘱咐他们不要告诉弟弟和弟媳。我趴在床边眯着了，电话铃声响了好几遍。姐，网上什么情况？你和爸妈没事吧？我和小丽现在就订票回去。什么网上？我弟给我发来一个链接，点开，舅妈尖锐的声音从听筒传出，就是他在我家拍的那段。除此之外，他又拍了舅舅额头的照片，继续哭诉。我大姑姐在我家饭店订年夜饭，本来不想收钱，我就当了个坏人收了钱，结果他们心生不满，竟然举报我们，害我们被罚了2万。我们上门去理论，他们还拿铁锹打我们，真是没天理了。大家过年在家无聊，这个视频很快被顶上热点，点赞过几10万，评论里都是网友在骂。谁家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，脸多大吃白食。看着挺像个人，心眼坏透了。最讨厌喜欢占小便宜的人了。还有人纷纷喊话舅妈，问饭馆地址在哪，他们要去支持。这个视频有办法下架吗？我怕你妈看了伤心。是啊，我妈对舅舅的感情不一般，她曾说给我生个弟弟是让我有底气有支撑，可她牺牲了那么多才托举起的弟弟，现如今为了这点钱就背刺他。我转念一想，他们做出年夜饭那种事实，就没把我们当亲戚了。老公打来电话说我妈看到视频了，他说他可以背负骂名，毕竟那是自己的弟弟，但是我们不行，因为网上已经有人在扒我们的信息了，所以他想澄清，让我该怎么做就怎么做。有了我妈的命令，我就不用再顾忌什么。我把我的账号昵称改为天价年夜饭，然后在舅妈的视频下留言。1个小时后，我将利用这个账号澄清真相。我的留言下瞬间多了很多人艾特亲朋好友，没几分钟我的留言就被删除。没关系，我最不缺的就是时间。我重新评论，舅妈继续删，我继续评论，如此来了10几轮。舅舅和舅妈开始打电话发短信，舅舅还知道问我爸的情况，舅妈则是满屏污言秽语，声称敢胡说2家就断亲，我通通不理会。爸，张阳阳说的你拿他们家的钱是什么意思？什么他们家的钱，本来就是咱家的。志平开饭馆的时候缺启动资金，你妈就跟我商量借了他们30万，口口声声答应2年内还清，眼瞅着2年又2年，2年又2年，你妈提过几次，都被他们一生意不好做给延缓了。后来我心脏不行，你妈就去要钱，让他哪怕去借也得把钱还了。我内心冷笑连连，看来舅妈肯定没少在家里搬弄是非，我家借出去的钱还想拖着拖着就剩他们家的。1个小时过去，我将整理好的证据一一放到账号下面。我不仅要证明我们付钱了，我还要他们店开不下去。今天得亏是救护车来得及时，我爸心脏没大事，不然大过年的我可能就没爸了。想到这儿，我点击发送的手都是颤抖的。第一个，我妈和舅舅订餐的聊天记录，转账记录那里清楚显示舅舅收取了转账。看吧，我就说有反转，人家给钱了。姐，这不定是 P 的。第二个，结账小票，点菜数和总金额那里的4999元形成鲜明对比，同时我还配上了我付款5000的截图。8菜1汤5000。户地人表示，我们也接受不了。塑料袋5块一个，俺们农村大喜再也不能愉快的打包了。重点是小票不到5000，店家却收了5000整，这叫收取未标明的费用，是违法行为。第三，
我拿出的是收银员拒开发票的视频，当时结账的时候和老公就录了下来。这下网友彻底沸腾了，拒开发票代表着涉嫌偷税漏税。第4，我放出的是我家大门的监控视频，舅舅他们一家的嘴脸清晰地展现在各大网友面前。要不是那几个素菜当时没留证据，不然我非得上个图文高清版的。我要是有个对我这么好的姐，年夜饭我收1分钱，我不是人。这还是人吗？孩子把自己亲姑父撞成这样，大人竟然就这么润了。啥也不说，比之这家饭馆，我是穷人，我用不起10块一个的打包盒。这么颠倒黑白，他们才该怕出门被车撞死吧？之前批判我们家的那些人调转枪头又指向舅舅一家，我心底有些悲哀。网络不是判案子的地方，我还是将这些证据纷纷举报到各部门。最后的消息是，消协、消防、市监、税务等各部门联合上门对饭馆进行处罚，并勒令停业整顿，逃避的税钱也要在规定时间内缴纳补齐，不然就要追究刑事责任。最后当地出了一份联合通告，这件事在网上的热度也就到此为止了。料到了被处罚舅舅和舅妈一定会来家里找我们闹，我已经提前给爸妈订了机票，让他们飞去找弟弟玩，而我则和老公回了他老家继续过年。通过监控可以看到，舅舅一家敲了半晌门，见没人开，舅妈恼怒之下想要拿石头砸门，被舅舅拦下了。他们看了看门口的摄像头，舅妈指着摄像头就是一顿骂，再不走我就报警了。事情已经到了这种地步，我想着两家自然而然也就断亲了。没想到我爸妈才落地回家的第2天，舅舅舅妈再次找上了门。这次他们提了礼品，牛奶、燕窝、阿胶，看起来是下了血本了。一见面，舅舅直接给我妈跪下，哭得声泪俱下，一边哭还一边扇自己巴掌。姐，是我错了，我鬼迷心窍，我没良心，我不是人，我惹你伤心了。我这几天一直梦到咱爸咱妈，他们问我过得怎么样，有没有好好照顾姐姐，是我糊涂了，咱们是亲姐弟，你能不能原谅我？姐，是我财迷心窍，做出那种不念亲情的事，跟志平没关系的，他其实一直很尊重你的，你有气就朝我发，原谅他吧。我妈被他们突如其来的举动搞得有些懵，她下意识拦着还要再打自己的舅舅，又听他提起过世的爸妈，内心凄切。行了，你们做出这副样子给谁看？起来吧。我妈最是心软，何况是面对她看顾长大的亲弟弟。我妈让他们进了门，还留他们吃了饭。吃完饭，舅舅舅妈终于说出这次来的目的。姐，我们这次一下被罚了几十万，实在拿不出来，我也不能去坐牢，一家都靠我生活呢，你看能不能借我点？我爸倒茶的手停下，我妈脸上的笑容也收敛起来。你也知道，自打我上回做完手术，已经停薪留职了。你姐上班的厂子绩效不好，也让待业在家，仅剩的存款也存了定期，实在没钱借给你们呀。能看出舅妈瞬间满目怨恨，被舅舅死死按住，她目光一转扫到我身上。小玉有钱吧？外甥女婿做生意的，家大业大。他们家明明有钱，却硬是拖着不还。营业额看着漂亮，可是赚的钱付了菜钱、工资、房租，手里一点不剩。这罚款本来就该你们家掏，要不是你们家没事找事，我们怎么可能被罚款？这还是看在亲戚的面子上，不然我们还得跟你们要精神损失费和名誉损失呢。我告诉你们，这钱你们不拿也得拿，不拿我就赖你们家不走了。舅妈说到做到，真的在客厅就地躺下。我们报警，奈何舅妈没做什么过激行为，而且都是亲戚，只能当做矛盾纠纷进行调解。舅妈一看警察也管不了她，于是就变本加厉。我爸妈急得上火，我试过趁她半夜睡着把她抬出去，可是刚没走2步她就醒了，好起来跟杀猪似的，惹得邻居差点报警。郁闷无比的我只好约闺蜜出来逛街买，顺便问问她有什么招。我闺蜜这人脑子活，向来是损招不断。我把事情经过跟她一说，她眼珠子转，刚想说话，我却突然拉着她躲到一边的岔道。怎么遇到你前男友了？啥呀？你看我手指的方向，我就怀里搂着个年轻女孩，看着有点眼熟，看他俩亲密的姿势，可以毫无疑问的确定我就在外面包养小三了。我心里唏嘘不已，那女孩看起来能和他相差10岁吧。闺蜜突然拍拍我，眼里闪着恶趣味，我突然就懂了。对啊，舅妈在我家拼死拼活的为他们一家争取利益，可我就去趁她不在家，背着她带小三肆意潇洒，就舅妈那个性格，非得原地爆炸。舅舅从没见过我闺蜜，他让我先走，接下了替我偷拍的重任。我还在回家路上，手机开始滴滴滴响。我的好闺蜜真是太会了，只见她发过来的一堆照片里各种角度都有，包括但不限于舅舅搂着小三亲吻，陪小三试衣服、结账，在餐厅角落对小三动手动脚等等。最后她还发了条语音，我听见那个女的说的什么她怀孕了，是你救的。仔细看了照片我才发觉，这不就是年夜饭那天的服务员吗？怪不得有底气给顾客翻白眼。回到我爸妈家，我佯装没瞧到躺在客厅地上敲着2郎腿嗑瓜子的舅妈，
我一脸八卦的冲着我妈开口。妈，你猜我看到舅……我及时刹住话头，又装作发现了舅妈，尴尬笑笑。舅妈还没走呢，我去上个厕所。我看了眼没有关紧的卫生间门，赶紧掏出手机，调出照片拿给我妈看。我看到舅舅跟一个年轻小姑娘在一起逛街买衣服呢，还偷听到那个女的说她怀孕了。哎，现在私生子和婚生子一样都能继承家产，这养养以后啊，哪个小妖精怀孕了？我佯装被吓到，赶忙想摁灭手机，结果被舅妈一把夺过。她翻看着照片，嘴里骂骂咧咧：“好啊，当初我就看出张志平和这个贱蹄子整天眉来眼去，现在竟然还搞出孩子了，臭不要脸的！有我在，他这个儿子就别想生下来。”我看着舅妈急匆匆离开的背影，要的就是这个效果。清官难断家务事，舅舅那么大的人了，肯定能处理好。舅舅的所作所为也着实令我妈伤了心，她呼了声造孽啊，也就不再管了。我把舅妈用过的东西都拿出去扔了，然后开车去看热闹。果然，舅妈在她和舅舅的家楼下逮住了逛街回来的舅舅和小三。老婆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姐同意给钱了。舅妈上去对着小三就是2巴掌，对着舅舅更是想龙10巴掌。张志平，你个狼心狗肺的东西！我跟了你这么多年，一直为这家打算，你却背着我找小三。还有你这个贱人，不要脸！他有老婆有孩子，你还上杆子勾搭。2个女人又抓又咬扭打在一起，舅舅夹在其中，左右受击。你不让我玩手机，不让我看电视，不让我吃汉堡，天天逼我学习。王阿姨对我比你对我好10000倍。有人报了警，他们都被带走调查。之后我听说舅舅和舅妈离婚了，舅妈分走了50万，没要孩子。舅舅和那个小三结婚了，张阳阳被小三养得玩物丧志，体重飙到250斤，走路都困难。又过半年，小三发现舅舅根本就是骗他的，饭馆不行了，舅舅的现金也被舅妈都带走了，身上还面临着罚款。崩溃之下的他打胎流产，拿着舅舅仅剩的钱跑了。舅舅没能按时交上罚款被起诉，进取前给我妈带话，希望她能照顾张阳阳。可是张阳阳的性格已经养成，我怕我妈气出病，没有让她同意。孩子有妈，找自己妈去呗。时间匆匆忙忙，60大年30，年夜饭上，弟媳说她怀孕，我们一家开心的照了全家福。